我愿意被你搞的。这句如此开放的话，以羞涩纠结又勇敢的语气，从一个青春无敌的18岁校花口中说出来，哪个正常男人能忍得住？苏无忌猛地把被子掀开，气喘吁吁地盯着宋之瑜，眼球似乎都有些发红了。无忌哥，宋之瑜轻轻说道。我。然而他就见到苏无忌起身冲了过来，直接把他横抱而起，朝着大床走去。这一刻，宋之瑜的心脏差点跳出了嗓子眼，但是那明亮的眼睛里却涌现出了一抹难言的期待。苏无忌把怀里的娇柔身体重重丢在了床上，一把扯过被子，将这丫头全身盖住，没好气地喊道：你才多大，知道个屁！我刚刚电话里是在跟别人扯淡的，你给我老老实实睡觉。说完，他回到了沙发上，继续蒙头躺下。宋之瑜从被窝里探出半张脸，湿漉漉的眼睛映着夜灯暖光，他轻轻笑道：我也是逗你玩的，无忌哥，晚安。苏无忌没理他，但是18岁少女却心满意足地睡了，很快便进入了梦乡。然而苏无忌却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浑身燥热，睡意全无，半夜都没合眼。第二天吃完了早饭，苏无忌便开着那台破桑塔纳，直接前往了临江大学。宋之瑜坐在副驾上，脸上的微笑就从来没有消失过。在这样的容颜与笑容之下，车窗外面的秋日天光都相形见绌。和苏无忌在同一个房间里睡了一觉，言语之间的界限还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小之瑜现在已经很满意了。现在的他和初来乍到灵州之时的小心翼翼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无忌哥身边的漂亮姐姐那么多，我可不能落后了。宋之瑜心中暗道。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这个想法冒出头来之后，一系列的计划居然随之在脑海之中很清晰地铺展开来。我应该不是这么有心机的人呀。宋之瑜意识到了这一点，明显有点疑惑，似乎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至于身材高大的小庞，此刻正蜷坐在后排，脑袋顶着车顶，说了一句：老板，前面有熟人。前面就是林大校门了，而李高乐和宋鹤鸣正站在校园外抽着烟，手里还都端着一杯豆浆。呵呵，还真是冤家路窄。苏无忌直接把车子怼到宋鹤鸣面前停了下来，冷笑道：宋大局长，您这大首长来灵州微服私访来了，怎么不安排临江省的大领导们接待一下？确实，要是当地的干部知道主管干部调查的宋鹤鸣居然亲自来了临江，怕是觉都要睡不好了。宋鹤鸣笑呵呵地说道：我主要是来灵州看看你。苏无忌连忙说道：别，我受不起，就3000块钱奖金，宋局可别想讹我请你吃饭啊。随后他看了看站在宋鹤鸣旁边的李高乐，喊道：高乐，上车，别跟着宋局，咱们吃香的喝辣的去，吃饱了就带你去洗脚按摩。李高乐跃跃欲试，宋鹤鸣的脸都黑了。而这时候他眼光猛然一滞，夹着烟的手也是随之一抖，因为宋鹤鸣看到了那个坐在副驾上的少女，那一双动人的大眼睛，清澈如暖阳下的冬日湖面，整体容颜实在是让人一眼惊艳。这就是昨天晚上跟苏无忌一起睡觉的18岁丫头吗？宋鹤鸣忍不住的腹诽，好白菜都让猪拱了。他也说不上为什么，总觉得这女孩给自己带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于是便走到了副驾旁边，问道：丫头，你叫什么？
宋之瑜刚要回答，苏无忌就说道：“不要告诉他这是个老流氓。”宋之瑜立刻乖巧应声：“好的，无忌哥。”宋鹤鸣摇了摇头，按理说以他的性性，对此应该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此刻偏偏就是有些说不上来的不爽。高乐，我们先进学校了。苏无忌把车子停好，跟李高乐打了个招呼，理都没理宋鹤鸣，拉着宋之瑜便朝学校里走去。宋鹤鸣也不介意苏无忌的态度，眼光一直落在宋之瑜的背影上。李高乐哈哈笑着打趣道：“宋局，快别看了，人都走远了。”一贯独断专行的宋鹤鸣，这次难得征求了一次属下的意见，问道：“李高乐，你觉不觉得这丫头看起来有点熟悉？”李高乐说道：“宋局，我年轻时候搭讪美女，都是用这套说辞的。”其实以往即便李高乐是资深行动组员，也不敢跟总是一脸威严的宋鹤鸣这样开玩笑。可自从那个年轻男人进入了调查局之后，岳冰凌便开始时不时地怼一怼宋局长，整个局的气氛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起码老宋变得更接地气了，偶尔被人开玩笑也不会表现得很严肃了。宋鹤鸣的眼光有些锐利，摇了摇头：“你现在去林大教务处了解一下这丫头。”李高乐问道：“宋局，你不会怀疑这个美少女是间谍吧？”宋鹤鸣那老牌特工的敏锐感早就冒上来了。凡是出现在无忌那小子身边的人，全都得查。随后他便率先走进了林大校园。而这时候，一台黑色大众迈腾行驶到了林大的门口，门前档杆自动抬起，车子一路驶了进去。能让这电子门自动抬杆的，都是交职工的车。开车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个头不高，皮肤黝黑，长相普通，有些瘦削。他说道：“钟琪小姐，今天上午10点钟，山姆大学的精英学生就要到了。”坐在副驾上的正是戴着防晒口罩的钟琪奈美。今天的她穿着白色的运动装，扎着马尾辫，一副青春活力大学生的打扮。由于平时在舞台上都是大浓妆，今天的钟琪奈美连眼线都没画，还特地修了修眉形。仅仅从露在外面的长相来看，和原来的那位东洋明星根本不是同一人。苏无忌的怀疑没有错，这几天来正是他时不时地出现在宋之瑜的身边。毕竟苏无忌曾不止一次地在临江大学出现过，想要查出这学校里究竟有谁跟他有关系，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苏无忌和宋之瑜一起来到了这里。钟琪奈美说道：“黑水公司已经提前联系过我，他们的复仇小组已经制定了详细的报复计划。”那负责开车的中年男人说道：“黑水公司的态度就代表 CIA 的态度了吧？他们还是咽不下迷雾协定的这口气。”不光是黑水公司有复仇小组，世界上的大型安保公司都有这么一个功能定位很类似的部门。当行动计划失败，参与人员死亡的时候，复仇小组就会启动，开始针对性极强的报复计划。钟琪奈美想着把自己差点炸死的那个包包，眼波微寒，语气里有着极为明显的不甘心之意。我也咽不下。身为甲贺流的天才上人，可从来没栽过这么大的跟头。然而这个时候，钟琪奈美的眼光猛然一凝，因为车子正好从宋鹤鸣的身边开了过去。这位宋局长可没戴口罩，没做任何的伪装，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走在林大的校园里。那是宋鹤鸣。这一刻，
中崎奈美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扭头看去，甚至多盯着宋鹤鸣看了好几眼，才敢确认对方的身份。身为潜伏在华夏的特工，中崎奈美对于这种级别的华夏高官的长相已经非常熟悉，根本不可能认错。中央调查局的第一副局长，主管迷雾协定的签订。那开车的中年男人低声惊呼：我的天，这次竟然有这么大的鱼出现在了林州，难以置信。在他们看来，宋鹤鸣这样的实权高官必然生活在重重保护之下，而今天竟然出现在了林大，似乎是主动往 CIA 的复仇计划里面跳，这简直是天大的意外之喜。没错，就是他。中崎奈美明显有些兴奋了起来，果断说道：通知黑水，攻击计划必须立刻做出改变。毕竟在 CIA 的心里，一个宋鹤鸣抵得上几十上百个苏无忌。李高乐很快便从教务处回来了。宋局了解到了，那丫头叫宋之瑜，生在梁山，天际中学毕业，无父无母，超级学霸，高考是川省前10的成绩，入校以来一直勤工俭学，在师生间口碑很不错。这么巧，还跟我同姓，这丫头的名字起得倒是不错。宋鹤鸣看了看手里的资料，他的目光在鱼字上面稍稍停顿，接着说道：原来是苏无忌那小子的学生，现在的女孩子胆子都大，连师生恋都敢搞。李高乐说道：宋局，他跟苏副组长其实也差不了几岁，谈个恋爱也没什么的。看来这丫头的出身没有问题，应该和米国那边没有关系。宋鹤鸣说道。李高乐调来的资料里并没有身份证号，宋鹤鸣自然也没有看到这宋之宇有着首都中城区的证件号码。由于职业习惯，宋鹤鸣第一时间怀疑宋之宇与米国情报机构有染，然后开始排查嫌疑。可事实上，某些和真相有关的可能性压根就没有出现在他的推测里。但是宋鹤鸣的心里还是有着某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似乎是有着什么关键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候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是苏无忌发来的，内容是：老宋，你主动跳进灵州来当诱饵，做得不错，但不要指望我会感谢你。宋鹤鸣摇了摇头，哭笑不得，随后稍有感慨地说道：谁能想到，我都离开一线这么多年了，最合适的搭档才出现。而这时候，一架飞机已经在灵州机场落了地。山姆大学的上百名精英学生们从机舱中鱼贯而出，走在最后面的是一个身高1.78米的女人。她穿着灰色西装，劲爆的曲线把衣服绷得紧紧的，行走之间似乎随时可以把外套扣子崩飞，把裤子崩开线。这个身材火辣的女人正是这次山姆大学之行的领队海伦娜。看了看手机上收到的新邮件，海伦娜的眼光微寒，冷笑着回复了一句：放心，我会把苏无忌和宋鹤鸣全都扔进化粪池里。上午10点钟，满载山姆大学师生的4台大巴车已经驶到了临江大学的校门口。临江大学这边由副校长张卓良教授负责所有接待工作，而山姆大学则是由年轻漂亮的海伦娜教授领队。这时候，每台车上都有一个负责英文讲解的林大学生代表，他们在进校门之前都会特意强调临江大学的校门题字是谁写的。当苏耀国的名字一说出来之后，山姆大学的学生们也都发出了惊讶的呼声，甚至有不少人都要求下车，
纷纷拿出手机对着校门拍照合影。显然，即便在这个时代，哪怕再遥远的大洋彼岸，那个老人的名字也仍旧有着持续的影响力。而这时候，海伦娜接到了一个电话，她看了看号码，立刻接通，表情有些凝重，低声说道：怎么在这个时候打给我？电话那边说道：临江大学是苏耀国建立的学校，如果要搞事情，必须避开这里。海伦娜闻言抬头看了看那校门题字，眼神微凛，淡淡说道：知道了。苏无忌已经和宋之瑜并肩走进了林大的礼堂，100名优秀学生代表已经提前等在这儿了，剩余的上千个后排座位也快要被林大各学院选派来的学生坐满了。一进入礼堂的大门，宋之瑜便顺手挽住了苏无忌的胳膊。这丫头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大胆了。宋校花一进来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似乎整个大礼堂都随之变得明媚了起来。苏无忌刚想把手抽出来，却忽然注意到第2排有一双眼睛正满含复杂的目光看向自己，又见到卓林宇了。他居然是研1年级的优秀学生代表。由于今天要接待国际友人，卓林宇显然经过了精心装扮，那充满了小心机的素颜妆把他那本来就不错的颜值又拉升了一个档次，明显要超过那些还不懂得化妆的大1大2的学妹们。怎么又遇到这个神经病了？苏无忌说道。真是晦气，哎呀！卓林宇今天穿了件米白色枪柏林小西装外套，美搭雾蓝色真丝飘带衬衫，领口处系着不对称的垂席结，既中和了西装的正式感，又衬得肩颈线条优雅了几分。但没用，只要宋校花在场，哪怕她只是穿着一身普通的白色运动服，所有的目光也不会在卓林宇的身上停留。不过比宋校花更吸引目光的还是他身边的那个男人。这个就是宋之瑜的绯闻男朋友吗？长得也普普通通啊。我是没看出来他特别在哪里，但能拿下宋校花，潘驴邓小闲这5项里起码得占1个吧。长得一般，个头也不算多高，开着一台快要报废的车，看来他身上必有过人的长处啊。宋校花难道是这么肤浅的人？宋鹤鸣这时候也坐在礼堂后面，听着周围的滴滴议论声，莫名有点不舒服，于是冷冷一哼。李高乐问道：领导怎么了？注些。宋鹤鸣没说话，目光始终落在苏无忌和宋之瑜身上。这时候宋之瑜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而李高乐则是对苏无忌摆了摆手，示意这边给他留了位置。李高乐说道：领导，我总觉得那个漂亮的不像话的丫头跟苏副组长的关系应该很纯洁。宋鹤鸣呵呵一笑：纯洁？他俩昨天晚上都睡在同一个房间的。李高乐说道：睡在同一个房间又不一定非得干什么，也许苏副组长是为了保护这姑娘。宋鹤鸣看了他一眼：这破理由你自己相信吗？李高乐说道：我肯定相信啊，苏副组长跟他绝对不是恋人的关系。听到手下这么说，宋鹤鸣的心情居然莫名变得好了一点点。他说道：呵呵，最好不是，免得被人家家长打上门来。李高乐说道：宋局，您忘了，是丫头无父无母，只有一个奶奶。宋鹤鸣轻轻一叹：也是挺可怜的，以后在苏无忌这受了委屈，家里也没人替他出头。李高乐忽然觉得今天宋局对苏副组长的敌意好像没来由的特别大。他又定睛看了看宋之瑜，
开玩笑说道：“领导，我觉得这丫头跟您的眉眼长得有点像，不会是您在外的风流债，不是失散多年的女儿吧？我就算有私生子，也不可能在梁山长大。”宋鹤鸣没好气地瞪了李高乐一眼：“诽谤领导，你这个季度的任务奖金没有了。”但紧接着他却拿出手机，跳出自拍镜头，照了照自己，又把手机收了起来，若有所思。可这时候，卓凌宇忽然站起身，从前排代表席走了出来，挡在了苏无忌的面前。“我去，你要干啥？”苏无忌说道。看着对方的一脸不耐烦，卓凌宇抿了抿嘴，说道：“苏无忌，我对你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的恶意。”苏无忌：“你说的对，你对我可好了，你快回去坐着吧。一会儿米国代表团可要来了，别丢人丢到外国人面前了。”卓凌宇丝毫没有让开的意思。“你在这个年纪能成为皇后酒吧的老板，很了不起。但是上次江浩斌同学说你是灵州的地下之王，我还是觉得这个称呼夸张了一些。”苏无忌深吸了一口气：“对，太夸张了，我怎么可能是什么地下之王？我只不过经营一个小酒吧，绝对没有想吸引你的注意，求求你放过我行不行？”卓凌宇仍旧不让开，坚持着说道：“苏无忌，你上次推着一个轮椅美女逛校园，这次和宋之瑜手挽手，还和江浩斌的姐姐纠缠不清，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直的男人所为。”苏无忌双手一叉腰，横眉瞪眼：“我和谁在一起关你屁事？”李高乐远远看到此景，笑道：“不愧是苏副组长，又被小女生缠住了。”宋鹤鸣抬眼看了看，难得给了句评价：“这姑娘全方位不如宋之瑜。”卓凌宇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苏无忌，你喜欢一个人就该从一而终，从开始到现在，就不应该有任何变心。”苏无忌咧嘴呵呵一笑：“不好意思啊，我是渣男。”说完，他直接伸手把卓凌宇推到了一边，然后朝着李高乐这边走了过来。卓凌宇的眼眶都红了，他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表情已是渲然欲泣。“凌宇，我觉得他可能真的不喜欢你了。”旁边一个女生说道：“毕竟他已经有了宋之瑜。”卓凌宇觉得这句话把自己刺痛了，他看向了坐在前排的宋校花，冷声开口：“宋之瑜。”宋之瑜转过脸来：“学姐，请问有什么事吗？”卓凌宇咬了咬嘴唇：“你抢走别人的东西是不道德的。”此言一出，周围一片安静，很多八卦的目光已经看了过来。宋之瑜微笑着摇了摇头：“卓学姐，无忌哥不是你的私有物品，但你如果一直这样想，我真的为你感觉到悲哀。”那微笑的眼神却锋利如利剑，显示着毫不退让的态度。卓凌宇的眼泪已经流出来了，明显有些委屈。这时候，礼堂中掌声响起，山姆大学的代表团已经走了进来。中崎奈美的脖子上也挂着代表证，混在学生群里。临江大学的副校长张卓良教授上台致辞之后，便轮到了海伦娜上台讲话。她看起来也不过是30岁的样子，本来长相就是相当不错，火辣的身材更是充满了浓郁的异域风情，演讲的时候充满了激情，看起来可比刚刚的老张副校长有吸引力多了。李高乐低声说道：“米国这年轻女教授可是够有劲儿的，无忌，你使劲，今晚为国争光一次。”苏无忌说道：“那我还是算了，这女人穿上高跟鞋，个头都赶上我了，看起来还很能打的样子。”宋鹤鸣却开口了：“
你说的没错，他确实很能打。苏无忌的眉毛一挑。老宋，你认得他？宋鹤鸣说道。他叫海伦娜，曾经服役于米国三角洲部队，曾是这队伍里级别最高的女性指挥官，前年退役，来到山姆大学任教。苏无忌敏锐地觉察到了不正常。那他肯定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毕竟搞国家安全工作的，谁还没有几个隐藏身份了？苏小处的马甲还有一堆呢。宋鹤鸣说道。事实上，海伦娜退役之后就受到 CIA 的邀请，可并未成为一名 CIA 特工，反而被黑水公司高薪聘请，担任拉丁美洲行动组长。2年来，所有行动的成功率维持在100%。有传言他可能要兼任亚洲组的行动组长。他这简单的几句话，表现出了极为强大的情报调查能力。宋鹤鸣看似身居高位，但目光从来没离开过第一线。苏无忌，老宋，那这女人肯定是冲着你来的了。宋鹤鸣笑了笑。不一定，他也请。苏无忌呵呵一笑。我这种小虾米又不会入这位黑水大神的法眼。宋鹤鸣目光玩味地看过来。他同父同母的亲哥哥名叫贝内特，曾经是米国特勤局的高级特勤组长，但是在那次闻名世界的国会大厦骚乱当天，据说被人拿着枪逼得跳进了化粪池，从此心态崩溃，无法完成日常工作，甚至还在精神病院里住了半年。我操，这么巧的吗？苏无忌可没想到，这里面居然还有这一重关系。当年自己只不过在大洋彼岸稍稍地扇动了一下蝴蝶的翅膀，没想到就引起了那么多事情。由于国会大厦骚乱一事，几个大国的特工间谍们杀得不亦乐乎，国家气氛剑拔弩张，差点直接打起来。忽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先走了。苏无忌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起身说道。然而这时候海伦娜的演讲结束，正好到了提问环节。这位同学站起来了，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海伦娜面带微笑地说道。所有的目光都看向了苏无忌，他一下子成为了全场焦点。似乎从这一个提问开始，这一场两国顶尖学府的交流就已经开始要走向不可预测的方向了。看到站起来的竟然是自己的无忌哥哥，宋之瑜一下子眉眼带笑，那一弯笑眼实在是太过于动人了。旁边的几个男生看得一阵失神。中崎奈美此刻已经戴上了黑框眼镜，他的目光先是落在宋之瑜身上，又看了看苏无忌，眼神微有复杂。海伦娜的微笑不变，似乎并没有认出苏无忌。他看起来春风和煦，让人根本不会把他往黑水公司洲际组长的身份上去联想。不得不说，这女人的颜值确实相当可以，是一种很高级的电影主角的脸，似乎还有那么几分之一东亚血统，整体很符合华夏人的审美。只是海伦娜那火辣劲爆的身材太过于吸引眼球，让人很容易忽略她的长相。张卓良教授看到苏无忌在沉默，鼓励着说道：这位同学勇敢一些，提问用华夏语或者用英文都可以，说错了也没关系的。苏无忌本想直接借口尿遁，但面对这么多眼光，不问点什么也不行了。他顺口问道：我只是觉得海伦娜教授太漂亮了，请问你是单身吗？有没有考虑过找个华夏人当男朋友？虽然这是所有人都好奇的问题，但确实不太适合在这样的场合里问出来。但其实苏无忌更想问一下海伦娜的三围，感觉就算俏俏姐在这里都被他比下去了。确切地说，龙清河很俏，
但臀大肌应该没有海伦娜这么结实。海伦娜看向苏无忌的眼神居然还很柔和，她微笑着说道：我当然会考虑了，毕竟华夏男人这么优秀。这位同学，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会议结束后和你吃顿饭，可以吗？竟然这么主动，现场顿时一片哗然。宋鹤鸣呵呵一笑，这老狐狸局长并没有什么紧张的表现，反而眼睛里都是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八卦之意。现场有很多记者都在记录着这画面，说不定这米国美女教授邀请华夏男生共进晚餐的话题能上热搜。苏无忌刚想说拒绝的话，却见到前排忽然站起来一个穿着小西装的身影。他说道：对不起，海伦娜教授，她一直都有喜欢的人。苏无忌的眼睛都瞪圆了，竟然是卓灵雨。这个小仙女的奇葩脑回路特么的也太不按套路出牌了。宋之瑜抿嘴微笑，并未参与这一场众目睽睽之下的幼稚争抢。海伦娜的笑意一下子变得意味深长了起来。哦，谢谢。不过我想约这位男生共进晚餐和谈情说爱无关，他是第一个提问者，我想从他的口中更多的了解华夏这个国家，所以这位漂亮的女同学，请你不要吃醋哦。而这时候，山姆大学代表团已经有人暗中把卓灵雨作为目标人物给标记了，就连中崎奈美的目光也在卓灵雨的身上多停留了一会儿。宋鹤鸣坐在后排，一直面带微笑，并未发表什么意见。而无论是海伦娜还是中崎奈美，这俩人即便知道宋鹤鸣在会场，但都没有让自己的目光在这位调查局副局长的身上有任何的停留。苏无忌还想开口拒绝，副校长张卓良教授却笑着说道：好，这位同学，我就替你做主，答应海伦娜教授的私人邀请。现场已经有很多男生开始后悔，为什么第一个站起来提问的不是自己？毕竟听说女老外都挺开放的，一场晚餐过后指不定发生什么旖旎的事情呢。然而单纯的男生们并不知道的是，就算他们第一个站起来，晚餐的邀请也绝对不可能落到他们的头上。苏无忌摊了摊手，眼睛里透着玩味之色。好吧，既然海伦娜教授这么盛情邀请，我肯定要赴宴，让你好好感受一下我们华夏男人的优秀与热情。现场掌声响起来，要不是校领导和媒体都在这儿，八成有人得吹口哨了。宋鹤鸣低声对李高乐说道：晚上在苏无忌跟海伦娜吃饭的时候，你把宋之瑜带到我房间。李高乐顿时大惊失色。宋局，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李高乐说道：虽然您是大领导，但我不可能把这样一个好姑娘送进虎口里。啪！他的后脑勺被宋鹤鸣打了一巴掌。老宋忍无可忍，他离开一线之后，真是很久都没有对手下动手了。我是要和他单独聊聊，了解一下情况。宋鹤鸣没好气地说道：难道在你们眼里，我是这么道貌岸然的人吗？李高乐点了点头。迎着宋局长那杀人的目光，李高乐连忙解释道：反正岳处长是这么说的，他评价您的时候还有很多更难听的话呢。上午的欢迎仪式结束之后，苏无忌陪着宋之瑜吃了一顿午饭，便继续参加下午的参观活动。下午陪着山姆大学的师生们游览了灵州的云烟湖和云连山，但他们好像对那家占据了云烟湖最好地势的皇后酒吧更感兴趣一些，纷纷约着晚上来嗨一嗨。听到他们这么说，知道皇后酒吧老板是谁的卓灵雨
表情明显有些复杂。返程的时候，海伦娜特地走到了苏无忌的身边，说道：“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苏无忌呵呵一笑，说道：“我叫严小鹏。”海伦娜笑了笑：“哦，苏无忌同学，你好，真的很高兴认识你。”苏无忌挑了挑眉：“你都已经知道我叫这个名字了。”海伦娜说道：“我和卓林宇同学聊了聊，是他告诉我的，他对我很警惕，还说你从中学起就一直喜欢着他，从来不曾变心过。”苏无忌顿感无力。他很优秀，非常聪明，很适合去山姆大学就读，不如你们直接把他录取了算了。他是巴不得眼不见为净。由于苏无忌不想让宋之瑜引起米国方面的注意，在下午游览的时候，宋校花一直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此刻宋之瑜在几米之外听到了苏无忌的提议，不禁抿嘴微笑不讲话。海伦娜笑容浓郁地说道：“好，既然我和你已经成朋友了，这个小小的忙我是一定会帮的。”把苏无忌的女朋友录取到了眼皮子底下，那还不是想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嗨，卓林宇，你过来一下。海伦娜招手喊道。卓林宇立刻小跑着过来了。海伦娜说道：“刚刚苏同学告诉我，要让我把你录取到山姆大学读硕士。”卓林宇的眼睛一下子就亮起来了。真的吗？能够去国外留学一直是他的梦想，只是由于费用高昂，哪怕能走狗屎运拿到全奖，以卓林宇的家庭条件也不可能负担得起的。他看向了苏无忌，脸上全是惊喜。你真的是这么跟海伦娜教授建议的？卓林宇还以为苏无忌终于回心转意了。苏无忌很认真地点了点头，说道：“确实，我一直觉得你在临江大学有点屈才，只有山姆大学这样的世界顶级学府才更适合你。”顿了顿，他补充了一句：“甚至毕业之后，你可以留在米国拿绿卡入籍，别回来了。”卓林宇凝望着苏无忌的眼睛，轻声说道：“你还说不喜欢我了，却已经默默地替我考虑了这么多。”舔狗失而复得，卓女神此刻的心情不禁好了许多。对于苏无忌的提议，她深以为然。现在卓林宇仍旧认为出国留学甚至入籍米国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苏无忌强忍着呕吐感说道：“卓林宇，你这样的人才就该在国外过着人上人的生活。”卓林宇很认真地点点头：“谢谢你这么支持我。”海伦娜一直在旁听两人的讲话，在她看来，如果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苏无忌怎么会为对方考虑这么多呢？她笑道：“毕竟这次我们山姆大学是第一次访问华夏，能借此机会把卓同学破格录取，也能被传为一段佳话。”卓林宇更加激动了，立刻深深鞠躬：“谢谢海伦娜教授。”海伦娜说道：“那你们俩先聊天，我去前面跟张卓良教授对接一下这件事，争取短期内迅速办成。”卓林宇看了看苏无忌，激动的表情之下，似乎又有一点复杂。苏无忌被这眼神搞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说道：“你有话就说，不要这样看着我。”卓林宇犹豫了一下：“我知道，你一直喜欢我。以前那些漂亮女孩，包括宋之瑜在内，都是你带来故意气我的。”我操，你怎么又来了？苏无忌顿感无力，于是摆了摆手：“算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卓林宇轻轻咬了一下嘴唇，说道：“苏无忌，去米国留学的学费很贵，你既然一直喜欢我，能不能替我把学费出了？”哼啊！
苏无忌感觉自己被绝杀了。他咬牙切齿地说道：你可以打我身体的主意，但绝对别想动我的钱。刘雪每年花费几十万，哪个大冤种会替卓灵雨出这笔钱？卓灵雨却丝毫不生气，反而面带温和的微笑说道：我知道你一直是嘴硬心软，总是背后默默付出，当面却不愿意承认。这样吧，我把我的银行卡号发给你，你给我打过来就行，晚2天也没关系的。苏无忌实在受不了了，咬牙切齿地说道：卓灵雨，你给老子有多远滚多远，能听明白人话吗？在回去的路上，海伦娜给钟琪奈美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正是卓灵雨。海伦娜还配了一行字：这是苏无忌的女朋友，在我和苏无忌吃饭的时候，把她给我丢进化粪池里。钟琪奈美也回了一条消息：据我所知，她并不是苏无忌的女朋友。海伦娜组长，你的情报是不是有误？海伦娜冷笑，然后回了一条：我相信我亲眼看到的东西，贾鹤流已经接连失败。你这个所谓的天才忍者，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到的话，我会建议黑水公司把明年 CIA 给你们贾鹤流的拨款全部截留了。事关拨款，钟琪奈美没有异议，立刻回复：我会让他在化粪池里好好泡个澡。海伦娜又回了一条：不，让他在里面吃到饱。钟琪奈美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海伦娜非要跟华夏的化粪池较上劲。甚至在来到华夏之前，海伦娜已经把灵州几个大型化粪池的地点都查得一清二楚，可能比灵州市政部门还要了解。钟琪奈美看着手机上的信息，心中其实是有点憋屈的。作为上人，在东洋武道界是拥有极高地位，走到哪里都得被供着。可偏偏贾鹤流已经没落得不成样子，自己为了门派的重新振兴，不得不受制于米国，以艺人的身份潜伏到了华夏，做一些根本不是上人身份所该做的事情。但是钟琪奈美现在坚信是海伦娜判断错误，苏无忌的正牌女友绝对不是卓灵雨，自己已经跟踪宋之瑜好几次了。这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女孩，必然和苏无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既然海伦娜如此坚持，钟琪奈美也不会再指出对方的错误，让自己干什么自己就干什么好了。他远远看了看对刘雪满脸期待的卓灵雨，摇了摇头，心道：非要跳出来往枪口上撞，都读到硕士了，怎么还能那么蠢？随后钟琪奈美走到了卓灵雨的面前，说道：卓同学你好，我是海伦娜教授的助理，晚饭过后我来接你，去和山姆大学的留学负责人见个面。谢谢您，我一定去。卓灵雨激动得连连鞠躬。海伦娜并没有全程参加下午的活动，而是给钟琪奈美布置了任务之后便离开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提前去做什么准备了。苏无忌跟着大巴车，确保宋之瑜回了学校，把他交给了老宋和李高乐，这才放心。而在这个过程里，卓灵雨一直跟在苏无忌的身边，看那样子应该是在对宋之瑜严防死守，防止自己的舔狗被别人抢走。紧接着海伦娜的真正女助理便前来邀请苏无忌上车。这女助理长着一脸小雀斑，个头矮壮，着实不太符合苏无忌的审美。但他在和对方握手的时候，已经清楚地感受到了这女人掌心和指节的老茧。夜幕已经降临，看着车子一路开向云连山方向，苏无忌说道：请我吃饭没必要跑这么远吧？
女助理打量了苏无忌一眼，说道：海伦娜教授并没有和代表团住在一起，而是独自住在云莲山四季酒店。苏无忌笑道：这女教授的生活还真是奢侈。苏无忌对这间四季酒店印象深刻，他上次还和龙青和叶璎珞一起在这酒店的私家泳池里玩耍呢，也不知道那一幅双梳戏水的美妙情景什么时候才能再现。女助理笑了笑，补充道：海伦娜教授对您青睐有加，如果可以的话，他还挺想邀请您在四季酒店里过一夜。苏无忌呵呵一笑：算了吧，我这人其实很保守的，况且我怕华夏男人的勇猛会把他吓到。女助理微笑着说道：我们海伦娜教授也很勇猛的。苏无忌想着那西装裤下能夹死人的惊人臀大肌，深以为然。等到了四季酒店，苏无忌发现海伦娜所居住的独栋别墅居然和上次叶璎珞住的是同一栋。苏同学，您请进，海伦娜教授已经在里面等着您了。女助理说道。苏无忌一进入别墅，发现一楼客厅的主灯没开，反而只是点着蜡烛。精致的餐食已经摆了满满一餐桌。苏无忌也没想到，今天来到这儿，迎来的不是一场杀局，反而是烛光晚餐。一个穿着蓝色露背长裙的女人从卧室里款款走了出来。苏无忌同学，你好。海伦娜的华夏语算得上很不错了，只有微微的卷舌音。这身衣服胸口的开叉直接低到了胃部，那白色的胸涌几乎有1/3都展现在了苏无忌的面前。扫了一眼之后，他就可以肯定，对方绝对只是贴了个小胸贴，勉强盖住了山巅。而那裙摆也是高开叉，能隐隐约约看到大腿的内侧，行走之间，大腿的完美肌肉线条形成了极美的颤动，引起男人的无限遐想。这种线条大部分姑娘是没有的，海伦娜这种类型在健身房里绝对能引起尖叫。这倒是让苏无忌觉得有点纳闷，对方穿成了这个样子，看起来也不像是要打架的。这一抬腿一挥拳，不就全部走光了吗？苏同学，今天我只是想从你这里了解一下华夏。海伦娜说道。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他说话间款款坐在了苏无忌的对面，抬起一条腿轻轻压在了另外一条腿上。这个动作使得长裙从开叉处滑落，让更隐秘的地带变得若隐若现了起来。这一身性感打扮配上此刻的烛光所造就的气氛，这海伦娜哪里有半分三角洲特种战士的模样，完全就是一个大号的白人魅魔。苏无忌盯着对方多看了几眼，随后摇了摇头。不，海伦娜教授穿成这个样子，越发让我觉得这顿饭很不简单。你有话不妨直说，用不着色诱。海伦娜差点翻了个白眼，努力让自己保持微笑，强行否认道：这并非色诱，我也不擅长这么做。苏无忌盯着那白浪汹涌的胸口，松了口气。那就好。海伦娜忍了忍，面对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家伙，她调整了一下本来设计好的对话顺序，直接说道：苏同学，不，我想我应该叫你苏老板。苏无忌眯起了眼睛，笑道：既然把我都摸透了，那现在还演什么？你是中情局的人吧？海伦娜并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面带微笑地说道：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并非华夏国安和调查局的正式雇员，而是灵州皇后酒吧的老板。在你这样的年纪，
能够击退假翡翠风流的上忍刚护纯平，确实非同一般。这话一出，苏无忌就明白了，这女人似乎并不知道，就是自己逼得他哥哥跳进了化粪池。自己这边大概只是暴露了参与迷雾协定文件保护工作。海伦娜这一次找上自己，和数年前的那一场蝴蝶效应没有太多的联系。一念及此，苏无忌轻轻松了口气。他其实并不怕事，主要当年那次惹的事情着实不少，把整个国会大厦搞得一团糟，还顺手往欧洲栽了赃，好几个国家暗战成了一团。事后回过味儿来，这几个国家的安全部门负责人都想把始作俑者挖出来干掉。如果海伦娜知道真凶就在眼前，怕是之前就不只要把他丢进化粪池里，而是扔进焚尸炉了。所以海伦娜教授，你到底想做什么呢？苏无忌问道。海伦娜沉思了几秒钟之后，竟然直接挑明了真身。我的真实身份是黑水公司拉丁美洲行动组长，苏老板应该知道黑水公司吧？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看来这女人绝对不是熊大无脑的那种类型。他点了点头，知道，臭名昭著。海伦娜拿着高脚杯的手抖了一下。海伦娜小姐，你直接把自己的身份暴露了，难道不怕华夏官方把你就地扣留了吗？苏无忌问道。海伦娜很优雅地抿了一口红酒。我是第一次来华夏，从来不曾违反过这个国家的法律，在以往的任务里也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针对过华夏的举动，华夏官方凭什么扣留我？苏无忌微微一笑，他没动桌上的红酒和食物，身子往前凑了凑，盯着海伦娜的那双蓝眼睛。所以你这位黑水洲际组长以教授的身份亲自来到华夏，只是为了穿一身很性感的衣服和我吃顿饭？海伦娜说道。不，黑水公司之前从 CIA 的手里接了个订单，目标就是破坏迷雾协定的签订。可是当时的亚洲行动组长却把此事完全交给甲贺流的那一名上人，使得行动失败。这位组长自己也受到了公司内部的降职处理。目前亚洲行动组长一职处于空缺状态。苏无忌一下子摸不透这海伦娜想干什么了，对方此时简直有点过于真诚了。海伦娜小姐，你没必要这样拉拢我。苏无忌说道。我又不想当这个亚洲组长。海伦娜愣了一下，随后笑了出来。噗，不好意思，苏老板真的很幽默。海伦娜说道。其实我的意思是，亚洲组长一职有很大概率将由我来兼任，此事还属于黑水公司内部机密，连 CIA 都还不清楚。听到这里，苏无忌不禁感慨，宋鹤鸣确实是有点牛逼在身上的，随口一说都是机密情报。但苏老板有一点没说错。海伦娜努力让自己的笑容变得真诚一些。我确实是想要拉拢你。说着，她往前倾了倾身体。需要我开出什么样的条件，苏老板才愿意给黑水公司服务？由于这个姿势，领口中间的开叉几乎能看到肚脐了，那一双分量感极重的球体似乎暴露得更多了。而这个时候，中崎奈美开着一台奔驰轿车，带着精心打扮的卓灵宇，来到了灵州规模最大安置小区的围墙后面。贝亚特丽斯小姐，请问你不是带我来见山姆大学留学负责人的吗？卓灵宇的表情明显有点迟疑。请问这里是哪？这个贝亚特丽斯显然是中崎奈美随口起的拗口假名字，他随便找了个理由，就很轻松地把一心想要去米国留学的卓灵宇给骗了出来。中崎奈美说道。
卓小姐，下车吧，到地方你就知道了。卓灵雨跟着下了车，两人走了10几米之后，钟崎奈美已经捂住了鼻子。饶是他身为天才上忍，体质强悍无比，此刻也被熏得有些发晕了。卓灵雨也强忍着从胃里泛上来的呕吐感，问道：贝亚特丽斯小姐，这里好难闻啊。这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几个昏黄的路灯。当然难闻了，前面就是这个林州最大小区的化粪池了，每天都有天量的排泄物堆积在里面。钟崎奈美说道。她现在也有些想不明白，觉得这事儿实在不符合海伦娜的调性。她甚至已经提前派人打开了这个大型化粪池的水泥盖板。啊，那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卓灵雨非常不解，这难道是去米国留学必经的考验？不是考验，只是折磨，因为有人交代我，要让你在里面吃个饱。钟崎奈美的表情中难得有了一丝同情，她的手放在卓灵雨的后背上，轻轻一推。记得把嘴巴长大点，祝你好运。扑通的一声，打扮精致的卓灵雨直接被推得掉进了池子里，溅起了一大片厚重粘稠的黑黄色水花。此刻卓仙女正在经历人生中最悲催的时刻。她在刚刚落进去的那一刻，那充满了恶臭的水溅了满脸都是，甚至还吃了满满一嘴。这化粪池不仅面积很大，高度甚至超过了2米。如果垂直沉下去的话，卓灵雨可就被生生憋死了。他扑腾了好几下，才艰难地挣扎着冒出头来，深呼吸了一口之后，吸进了无穷的臭气。胃部疯狂翻涌，让卓灵雨哇地吐了一大口出来。不过他倒是也没有立刻沉底，因为脚底踩住了一些淤积的粘稠物，还延缓了下沉的速度。救我，救咕咕咕！卓灵雨伸出手喊着，一句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又沉了下去，嘴巴里又被灌进去不少，吃的晚餐都从胃里吐出去了。这一下又被灌饱了，一串粘稠的气泡随之冒出了水面。钟崎奈美站在池边看着此景，竟是也有些于心不忍。本来想要出手搭救，但看到卓灵雨又挣扎着冒出头来，于是又收回了手。而且这该怎么救啊？哪怕这位天才上人有着超绝的身法，此刻也是觉得无计可施。自己只是站在池边，就已经快要被这陈年恶臭熏晕过去了。真的无法想象，卓灵雨整个人都泡在里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海伦娜的报复确实太狠了，钟崎奈美都想象不出来，这位拉丁美洲的行动组长得花了多少精力，才从林州找到了这种奇葩的地方。这一片安置小区已经建了快30年了，现在有不少人已经搬出去了，化粪池也是很久没有被清理过。天知道那种恶臭的味道究竟在这里发酵了多久。关键是，这种恶臭居然还特么的是有层次感的，就像是今年新酿的酒和10年前的酒一样。这种有层次的臭味直击卓灵雨的灵魂，他似乎浑身上下都被那种粘稠之物所包裹，好像陷入了排泄物的无穷沼泽。钟崎奈美又往外站了2米，生怕卓灵雨扑腾之时的水花溅到了自己身上。他拿出手机拍了个视频发给了海伦娜，随后又捏着鼻子往远处挪了挪。这位上人发誓，这绝对是自己这辈子所执行过的最奇葩的任务，没有之一。过了足足10分钟，钟崎奈美才找了一根长长的树枝，伸到了池子里。拉着上来吧，他说道。
没办法，卓灵宇此时的境遇使得中崎奈美都要善心大发了。要是再多几分钟，他觉得这丫头绝对会被生生臭死在池子里。卓灵宇此时都已经没个人样了，那精致的小美女此刻根本认不出来本来的面目，浑身沾满了黑黄粘稠的排泄物，已经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中崎奈美把她拉上来之后，站得稍远几米，摇了摇头，继续看着卓灵宇大口呕吐。哦，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哦。卓灵宇一边说话一边吐，连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来了。我可以告诉你原因。中崎奈美捏着鼻子说道：你不是苏无忌的女朋友，却非要往他的身边凑，这就是下场。然而这句话落在卓灵宇的耳朵里，却听成了另外一种意思。你也喜欢他，所以要这么折磨我？哦，原来你是我的情敌，可他的心里只有我一个人。哦，你就是嫉妒我。我嫉妒你。这种时候卓灵宇还能这样讲，中崎奈美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然而卓灵宇还继续说道：嫉妒心居然让你做出了这么恶劣的事情，你是不是宋之瑜派来的？是不是宋之瑜也嫉妒我能去米国留学？哦。中崎奈美忍无可忍，抬脚踹在了卓灵宇的胸口。又是扑通一声，卓仙女以倒栽葱的姿态再次栽进了化粪池。神经病，继续在里面泡着吧。中崎奈美说完，把沾了污秽之物的鞋子脱掉，远远丢进了池子里，光着脚走回了车上。开窗通了好一会儿的风，中崎奈美呼吸间仍旧能够闻到一些味道，似乎那臭味分子全都吸附在了鼻腔里。她抬起袖子放到鼻尖闻了闻，差点没晕过去。在那化粪池边吹了10几分钟的风，自己整个人几乎都已经给腌入味了。那卓灵宇回去得洗多少遍澡才能彻底洗干净？而在卓灵宇艰难地从化粪池里往外爬的时候，苏无忌正在抵抗着又香又艳的超强诱惑。在刚刚吃饭的时候，海伦娜屡次三番做出了很刻意的动作，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在色诱，可明显是在故意在苏无忌面前展现自己的火辣身材。无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到底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加入黑水公司？这时候海伦娜对苏无忌的称呼已经从苏老板变成了很亲切的无忌了。说着，他已经端着酒杯来到了苏无忌的这一侧，侧臀一抬，坐在了桌边。那紧实有弹性的肌肉发生了极为动人的形变。他拿起另外一只酒杯放到了苏无忌的嘴边，身子微微前倾。喝一杯吧。苏无忌接过了酒杯，一口没喝，盯着那一对在眼前晃荡的白球看了10几秒，才对保持着前倾姿势的海伦娜说道：海伦娜小姐，说实话，你真的不是我的菜。说着，他还很贴心地把手伸到了这海伦娜的胸前，扯住那覆盖住俩球的2条布，往中间扯了扯，似乎是想要帮她盖得更严实一点。从三角洲部队到黑水公司，很多男人对我的身体感兴趣，但我从来都没有让他们得逞过。无忌，你可真是特别呢。海伦娜低头看了看变严实的胸口，说道。她的眼光微寒，明显心中已经非常不爽，但还是强行让自己保持着僵硬的笑容。没办法，就在晚餐之前，来自 CIA 那位实权副局长的命令突然间改了。这位副局长把这次华夏之行中惩罚苏无忌的任务变成了不惜代价的拉拢。
并且还把这件事作为海伦娜能否兼任亚洲行动组长的重要考量依据。毕竟黑水公司虽然看似是独立出来的国际安保公司，但实际上公司的一切高层人事任命都是中情局说了算。其实本来那位名声响亮的中情局老牌特工托马斯是要来黑水公司担任亚洲的行动组长的，可是这老家伙在缅北马失前提，现在还不知所踪，使得黑水高层不得不考虑让海伦娜兼任。到时候他一人担任2大洲的洲际组长，一跃成为整个黑水公司的实权人物。海伦娜自己是有这方面的野心的，但是黑水内部的派系争斗也是很厉害， CIA 里也有2-3个高层并不想要看到陆军出身的海伦娜掌握更重的话语权。苏无忌说道，我并不是对你的身体不感兴趣，但我可不想为了一夜之欢把我自己卖给米国。他站起身来，直视着海伦娜的眼睛，似乎浑身都是正气。海伦娜，你是为了你的国家，我是为了我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2个其实是一类人。看着那一双正气凛然的眼睛，海伦娜的脸上流露出了自嘲的神情。她说道，你才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定力，真是难以置信。说着，她把杯中酒一饮而尽，随后坐了回去。如你所见，我确实不擅长色诱，我更适合出现在战场上。这时候的海伦娜看起来颇有点意兴阑珊的感觉。苏无忌并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发挥着演技，起码自己得继续保持一身正气。海伦娜，其实我觉得你的为人并不算坏，只是大家各为其主，目标不一样罢了。海伦娜笑了笑，难道你的意思是，如果不是由于不同的立场，我们可以成为朋友？苏无忌说道，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成为朋友，只要你放弃你和我交往的目的性。海伦娜似乎陷入了沉默。说实话，如果拉拢不成的话，你们有没有打算对我动手？苏无忌直视着海伦娜的眼睛问道。后者听了摇了摇头，起码在这里不会，因为你能战胜上忍冈护纯平，我在单打独斗上应该不是你的对手，但以后的事情我也说不好。他在后半句话里还给自己保留了一些余地。谢谢你的真诚，但其实我是最适合被你们拿来立威的目标。苏无忌说道。不过既然你们对阻击迷雾协定行动失败还有所不甘，接下来还准备对谁动手呢？海伦娜说道。我们没有准备对任何人动手，这只是一场再正常不过的交流而已。再说了，在华夏的国境内搞事情，我们难道不想活着回去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目光明显闪烁了一下，因为海伦娜忽然想起了卓灵宇。他拿起自己的手机，于是便看到了卓灵宇在化粪池里扑腾的视频。仅仅是隔着手机屏幕，海伦娜都感觉到了强烈的反胃。不过她的心情也随之爽了一点。可转念一想，原来自己哥哥当初跳进化粪池里的场景竟然是这么震撼，她忽然有点咬牙切齿了。我发誓，如果找到害我哥哥的那个人，我一定把他在化粪池里关1年。海伦娜在心中想着。苏无忌注意到了海伦娜表情的阴晴变幻，觉得这女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你怎么了？他问道。你是个有意思的男人。海伦娜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调整了一下心情，说道，既然无忌你一直不吃这里的食物，那就不妨陪我出去一起在云连山里散散步。苏无忌欣然应允。美人相邀当然可以，
他确实挺想看看对方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肯定相当精彩。海伦娜说道：请你稍等，我去换一身运动装。几分钟后，他便出来了。此刻，这位三角洲部队的战士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运动衣，那一双大长腿配上火辣之极的身材，又让这个夜晚的吸引力变得强了许多。虽然黑色会使得一些地方在视觉上显得小，就像男人买套的时候也要千万避开黑色，可这条规律在海伦娜的身材上完全不适用。两人在酒店的花园里转了2圈，便走向了外面的山路，期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苏无忌看了看表，大半个小时都过去了，于是笑道：海伦娜小姐，你带我这样在山里绕圈子，是不是想拖住我给老宋那边调虎离山呢？海伦娜的表情不变，微微一笑：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哪个老宋？我在华夏也就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并不认得其他人。这方面海伦娜确实是有自信的，她当然知道苏无忌口中的老宋是谁，但还没有来得及安排对宋鹤鸣动手呢。可这时候海伦娜的手机忽然响起，她看了看来电，走到一旁立刻接通，随后面色瞬间变得凝重了起来，电话里面满是斥责之意。海伦娜，你怎么搞的？公司把拉丁美洲组和亚洲组交给你指挥，你居然让他们全部被丢进了化粪池里。海伦娜的眉头狠狠皱了起来。这不可能，我还没有安排他们动手啊。那我来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电话那边咬牙切齿。宁海国安局长苏占煌已经到了林州，他和宋鹤鸣一起支了个口袋，把你们全部装进来了。你这个洲际组长却浑然不知，